借用好莱坞大片中的一句话：你是苹果，我是橘子，但是我们都是水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这些现实中的悲伤的话题，我们一般是不愿意提及的。但是由于其影响非常大，令人感到惴惴不安，整个的社会为之动容，整个的美国为之降半旗。大家都知道的，我说的就是发生在3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地区3起连环枪击杀人案。根据调查，3起案件都是一人所为，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Aaron Long， 21岁。一天3起案件，共造成8人死亡。这3起案件分别在3家的按摩院内，8名死者当中有7人为女性，1人为男性，其中6人为亚裔，2位是白人。在晚上8点30分左右，距离亚特兰大以南约150英里的 Crisp County 被捕，此时距离凶手案发之后3个半小时。切罗基县警长办公室的 Jay Baker 他说，第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下午的5点左右，在亚特兰大西北部的 Young 亚洲按摩院中心，造成4人死亡，1名拉美裔男子受伤。下午5时47分，警方接报出警一起发生在东北部的金温泉镇的抢劫案，在那里发现了3具女性尸体，都是被枪杀的。当警察赶到现场时，又接到了报警，称街对面的香心水疗中心也有人开枪，警察在那里发现了另一具女性尸体。周三，警方称凶手是按摩店的常客，并且可能有性瘾，也就是说对性上瘾。警方说，犯罪嫌疑人 Robert 告诉调查人员，他指责按摩院为他的性瘾提供了一个出口。他还说，这些犯罪行为并不是出于种族的动机， Robert 是单独行动的。在他被捕时，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。凶手还计划前往佛罗里达州袭击某个色情产业。在第一个案件 Young 的按摩院受害者已经确实了身份，死者当中2名亚裔女性，1名白人女性和1名白人男性。幸存的受害者是1名西班牙裔的男子。住在附近的邻居在接受采访时深切地表示，如果他与疫情带来的亚裔歧视有关，会令人非常的不安。韩国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，韩国驻亚特兰大的外交官已经从警方那里证实，死亡的4名受害者是韩裔女性。白宫新闻秘书 Jen 他讲到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可怕的枪击事件的简报，政府官员已经与市长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。而在周四，全国降半旗为死者哀悼。凶手 Robert 是来自于美国乔治亚州的白人，他的高中同学形容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，平时从来不说脏话，甚至有点书呆子气。由于爸爸是牧师，所以从小对宗教很感兴趣，他还热爱打猎。在 Instagram 上，也就是 IG 的账号上写道，披萨、枪支、鼓、音乐、家庭和上帝，这几乎总结了我的全部生活。那么在外人看来，这是一种看上去非常美好乐观的人生。但是 Robert 曾经在社交媒体指责某个国家进行掩盖新冠是时代最大的祸害，称所有的美国人应该反击，并称这个国家杀害了50万的美国人，以实行其全球的统治。这些言论或许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，而是有一个社会深处的影子，他们的思想里想的和做的就是这些。但是尽管如此，警方仍然不能够定论他的最初的杀人动机。3月13日，西雅图举行了游行示威，呼吁结束对亚裔的暴力犯罪，声称针对亚裔美国人，尤其是老年人的暴力行为必须停止。
据报道，从今年初到2月底，已经有超过500宗的反亚裔的仇恨事件。宾夕法尼亚州的司法部长 Josh Shapiro 他发推表示，正如我多次所强调的，仇恨言论招致仇恨的犯罪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必须清楚的、有警觉的，而且敏感的谈论这些问题。今天我的心和社区同在，请停止亚洲仇恨。可见，无论是哪个族裔的人，还是把事件和族裔联系在了一起。最近还有驾车撞死2个中国留学生女孩的事件。根据网易及 KTLA 报道，2名24岁的大学毕业生在洛杉矶 Lakewood 过马路时被一辆车撞上，而且车当时并没有停下来，拖着受害人100米以后才停了下来。其行为被死者亲友们认为或许和仇恨亚裔犯罪有关。事件还在调查当中。作为普通的民众，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情况，保持长久的安全，是每一个个体的基本社会诉求。如果从神秘界的角度或者频道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说阿比亚·阿南德讲过，在2021年，人们的心会变得扭曲，很多的精神疾病会因为疫情而激发。还有如 Johnny 和郑伯健也曾经在预言中讲到心理扭曲疾病。其实这些疾病在平时或许没有反映出来，而到了一定的点就会爆发。这也正是6星连珠和土木合相的持续的影响。说是印度神童厉害，就是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在围绕着他的预言在发生、在改变、在进行。而他讲的天象，也有人做了进一步的总结。在咱们频道的留言区有一个叫 Brian Wu 的网友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网友的说法。他说，连珠能量可怕在哪里呢？举个例子来讲，把你关在一栋房子里，在另一个房间不断的灌水，一开始你不知不觉还悠闲的在玩着手机哼着歌，即便是听到轻微的声响，依然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直到水蔓延到了你的房间内，你打开隔壁的门一看，水全往你的身上砸来。这就是连珠现象的可怕之处，让你沉浸于美好的境遇当中，接着杀你个措手不及。而目前的木星与金星能量较强，所以世界看起来状况仍然较好，但是等到土星、冥王星占上风时，形势就更大的反转了。另一方面，阿比亚所说的业力法则和精神 DNA， 当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，所有的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就会被搜集，然后再转换给人类的行为，这样的周而复始。那么坏的业力就会产生坏的结果。或许这个21岁的年轻人真的是出于性上瘾无法自持，而撞死2个青春少女的驾驶者也是另有隐情。但是每个人都受到业力的影响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控制自己的行为，都应该保持一个正面的向上的情怀，而不要被坏的业力所带到下坡路上去，而导致于不可挽回的结果。那么对于敢于为民请愿的人们，我们应该表示敬意。最近还有一个让人反思的故事，说是一个说广东话的老人遏制了骚扰者对他的骚扰，并把他打到了担架上，在网上广为流传。有人讲这就是现实中的霍元甲，我也给这位老奶奶点赞，同时也呼吁停止一切不同族裔之间的伤害。最后借用好莱坞大片中的一句话，你是苹果，我是橘子，但是我们都是水果。独在异乡为一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 Peace and joy。